月雅和刘勇相亲完，第二天介绍人说刘勇妈脑溢血住院，醒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刘勇相亲近10年，约过100多人，心气高，愣是一个没看上，从帅气小伙拖成油腻大叔。刘勇妈操碎了心，气得浑身病。早上因催婚的事，母子又吵了一架。刘勇还没走出家门，他妈两眼一翻，软塌塌倒地。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刘勇趴在病床前，忽地声泪俱下，扯着头发说：“妈，你快醒醒，醒了我就结婚。”来探望的刘勇舅妈拉着刘勇，私下说：“没准儿你现在结婚冲喜，说不定能行。”刘勇一愣，他妈平时挺迷信，隔几个月找大仙卜一卦儿子姻缘，10里8乡的大仙混熟了，钱花了不少，但是没办成，病急乱投医，哪管迷信与否，浮萍再小也是希望，只要能让妈好起来，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刘勇绝不含糊，立马动身，二话没说，带着舅妈算了一卦，卦象说越快结婚，醒过来的希望越大。然后月雅接到刘勇的电话，和盘托出，毫无隐瞒，说是冲喜，能否立刻结婚？月雅犹豫了下，说先想想。初中时，月雅性格活泼开朗，格外喜欢演讲。遇到学长刘勇回母校演讲，他一开口，便让月雅懵懂的心里住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颁奖时，月雅努力挤在刘勇身旁，刘勇对这个瘦小的女孩温柔地笑着。记得是金秋10月，满校园的桂花香味。直到兜兜转转10多年，竟然面对面相亲。多年不见，刘勇越发健谈，微微凸起的肚腩增添几分成熟的味道。月雅深埋已久的少女心怦然而出，青春年少时期暗生的情愫如雨后春笋，接二连三冒的茂盛。显然她已经不记得当年的那个小女孩，不急，等着以后给她惊喜。月雅猜想她吃惊的神情，不由心如鹿撞。可看着镜中体态肥硕、腰大10圈的自己，一股自卑感油然而生。月雅翻出当年合影，她瘦小单薄的身子倾向她身侧，抿着嘴害羞地笑着。缘分真是奇妙，暗暗发誓减肥配才子，友情饮水饱。此时的月雅顾不了那么多，一心要嫁。月雅父母极力反对，这个节骨眼上提出结婚，颇有点利用人的意思，太不厚道。都什么年代了，还相信冲喜一说，简直胡扯。万一醒不过来，长期住院烧钱，无底洞的生活呀。月雅绝食逼迫父母同意，她觉得自己是刘勇的贵人，能解救他脱离苦海，更相信这么多年后相遇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老天厚待他，让最单纯真挚、深埋心底的爱慕重逢雨露，继续生根发芽，肆意生长，挡也挡不住。就这一个女儿，仅30岁，大龄剩女，脾气倔得很。月雅妈哭闹许久，见女儿铁了心，不得不答应。双方亲家见面，说了这些场面话，当即定亲。刘勇一刻不耽误，牵着月雅的手去病床前叫了一声：“妈，儿子有老婆了，等您醒过来，办场热热闹闹的婚礼，再给您生个孙子，以后再也不惹您生气。”说完，眼泪哗哗地流。他真的害怕母亲被气死，良心债这个包袱太重太重。他拉着月雅的手，哽咽着道：“等妈好了，我们一起尽孝。”月雅温柔地回应着，定定看着他，就这么一辈子牵着多好。3天后，刘勇妈到底还是走了。刘勇爸抹泪呜咽着说：“
人走了，我们也尽全力了。按照风俗，你们3个月内完婚，孝子孝媳的本分要尽。人都走了，还结什么婚？悲痛中的刘永刚吼出这么一句，便挨了他爸一巴掌。刘永爸气得直哆嗦，定亲了就是儿媳妇。当初在你妈病床前说的话忘记了吗？你妈没走几天你就反悔，不怕别人戳脊梁骨骂我们一家吗？我和你妈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从没被人说过不是。难道刚躺进棺材的人还要背负骂名吗？月雅赶紧扶着公公坐下，说：爸妈刚走，他心情沉重，根本没心思考虑结婚的事情，缓一缓再商量。月雅想着3个月内结婚，为了配上刘永，穿上最美的婚纱，每天在健身房挥汗如雨，酸痛的一瘸一拐，咬牙坚持。刘永不甘心，妈没留住，为何还要和不喜欢的人结婚？寻寻觅觅10年，就是为了不将就婚姻，找个灵魂伴侣。他只不过是临时搬来的救命草，关键时刻没丝毫作用。别人骂就骂吧，不能拿下半辈子幸福开玩笑。刘永斜眼想起月牙比自己都大1圈的腰，油腻的头发粘在头皮，一开口粗粗的嗓音实在倒胃口。真后悔当初听信舅妈结婚冲喜，冲动害死人一点不假。月牙以为刘永是因为妈的去世沉浸悲痛难以自拔，甚是心痛。晚上钻进刘永的被窝，想抱着安慰他。刘永蹭的一下坐起来，不要碰我，我不会和你结婚，是我糊涂天性了，迷信利用了你。月雅气得脸发白，含着泪颤抖着说：都定亲了，我也披麻戴孝操办了丧事，你一句不结婚就把我蹬了。月雅多想告诉他，早在初中的时候就喜欢他，可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下去。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绑架，我苦熬了10年，等的不是你。说完裹着被子像避瘟神一样蜷在一侧，躲着月雅，仿佛沾一下月雅就得不治之症。月雅双手紧握，指甲深深掐进肉里，她不甘心死灰复燃的爱慕再次遭遇不测。人在身边，不信捂不热。第2天，月雅起了大早，准备小米粥、葱油饼和溏心煎蛋，还有咸豆浆，这些都是刘永最爱的早餐。刘永起床后洗漱完，看都不看一眼早餐就出门了，升起的满腔欢喜瞬间扑空，跌入冰窖，泪在眼眶不停打转。难道在他心目中，自己只是利用完就恨不得立刻扔掉的狗皮膏药吗？下班时，月雅刚想给刘永打电话，刚拿出手机，收到一张照片，是刘永和一个长相温婉的女子的亲密照。随后收到一条消息：我叫黄丽丽，利用完你了，赶紧滚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倒是要看看谁先滚。月雅气愤地回复完，拉黑手机号，恨不得摔了手机。这是暂不向刘永摊牌，毕竟定亲不受法律保护，抓住把柄又如何？或许是刘永为了甩掉自己，故施此计。月雅闷闷地想着，怎样都好，先把结婚证拿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月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厨房挥汗如雨做饭。刘永兵疙瘩的态度，反倒让月雅屡败屡战。刘永觉得确实有点过分，但仅仅只是一瞬间的念头。想起黄丽丽那娇媚的声音，盈盈一握的细腰，心都要花了，哪还会多看一眼低眉顺眼的月雅？刘永终究抵不过刘永爸以死相逼，举办婚礼拿了证。刘永想着不曾同床，自己虽然履行承诺拿了证，但早晚会离婚。哪个女人能受得了老公的冷落？更何况是名存实亡的婚姻。月雅一门心思减肥，
变着法子讨刘勇欢心，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微笑，可心里的苦涩谁懂？爱情里谁付出的多，注定伤得重。明知飞蛾扑火，偏偏忍不住对你好，掏心掏肺的好。孤枕独眠的日子，月雅流了一缸泪。刘勇爸问什么时候生孩子，刘勇漫无目的调换电视台，毫无应答。月雅尴尬的笑笑。刘勇爸狠狠踢了一脚凳子，冲进卧室，拿出一根手指粗的麻绳。爸，你这是干嘛？刘勇急得跑过去，死死扯住绳子。你妈被你气死，我迟早也被气死，不如现在一走了之，省得看你把我们家的老脸丢尽，一辈子的人民教师养出你这么个混蛋，我生还不行吗？刘勇悲痛地嚎了一声，灌了2大杯白酒，咬牙切齿，极不情愿钻进月雅的房间。刘勇爸知道，混蛋儿子自始至终利用月雅，没有夫妻情分，还勾搭小三，一张老脸无处放，对着老伴一向不知流了多少泪，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拿出刘勇与黄丽丽勾搭的照片威胁他，再胡搞分不到1分家产。可刘勇像河底淤泥里的铁牛，越拉沉得越厉害，轴得很。刘勇爸对着儿子下跪，求他回头。刘勇立刻扑通磕头，求爸不要苦苦相逼。这些月雅都不知道，他迫不得已，老泪纵横，求月雅不要离婚，好歹给刘家留后。怀孕后，月雅一脸唏嘘，含着泪对刘勇说：“等孩子出生，妈就安息了，我们一家4口安心过日子，好吗？”刘勇目不斜视，怒吼道：“孩子是爸逼我生的，你爱留不留？我对你没感情，结婚是为了冲喜，我履行承诺了，求求你放过我，行吗？”说完夺门而出，门摔得震天响。月雅的心如雪崩般轰然塌陷，跌坐在沙发上，愤怒扔出水杯，砸得稀巴烂，再也撑不住，嚎啕大哭，就差匍匐跪地讨好他。肚子里的孩子都留不住他的心，白瞎10多年前暗恋他，怎么就遇到这么个铁石心肠的人？浑浑噩噩回到娘家，爸妈劝他打掉孩子，以后再嫁不难。月雅机械地一遍遍摸着威龙的肚皮，躺床上闭眼不吃不喝不说，只流泪。月雅爸妈吓坏了，隔着电话狠狠骂了刘勇一通，一刻不离，守在月雅床边，生怕他想不开寻短见。天刚亮，月雅睁开肿得像桃子般的眼睛，透过眼皮缝隙看着爸妈苍老的脸，轻轻说道：“妈，我饿了。”鲜活的生命不忍剥夺，每个母亲爱孩子爱得深入髓。月雅也是，孕期刘勇一次没来看望过。刘勇爸对孙子很是上心，又是送钱，又是买母婴用品。月雅生完孩子回婆家坐月子，刘勇买了几件孩子衣服，见丈母娘黑着脸，没敢多说什么，讪讪地躲房间里不出来。满月时，公公当着亲家的面递给月雅一个厚厚的档案袋，这是给孩子的礼物，这些年刘家亏待你了。说完眼圈一红，爸只求你不要给孩子改姓，好，一辈子姓刘。月雅双眼朦胧，接下千斤重的文件袋，隔天离婚，抚养全归月雅。刘勇拿出所有积蓄，一次性付清抚养费后，额外多付10万，冷漠地说以后再无瓜葛。月雅接下银行卡，撇撇嘴，终究没吐出一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本以为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如潮水般涌来，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刘勇打了个哈欠，懒得多想，终于搂着黄丽丽小蛮腰，光明正大成双入对。黄丽丽提出先在她租的房子里住段时间，挑个好日子领证了再翻新下房子。结婚太快结婚，
小心被骂没良心。刘勇吧唧一口，想得真周到，不知道爸到时候知道我们结婚会高兴成什么样子。没想到将近不惑之年，竟然能遇到真爱。刘勇想起有2个月没给爸打电话，打了几次没人接通，担心有事，回去一趟，捅了半天开不了门。邻居王大妈买菜刚回，见到刘勇，主动打招呼：“这房子被你爸卖了，看病了，你爸肝癌治疗怎么样了？”刘勇脑子一懵，跌跌撞撞地奔向医院，没见到最后一面。葬礼上，黄丽丽怎么没来？月雅平淡的语气让刘勇一激灵。她有孕，不方便。刘勇磕磕巴巴地低着头说：“不结婚，气死了妈！婚后找小三逼我离婚，气死了爸！你还挺能啊！”月雅每说一字，犹如炸雷般的在刘勇耳边响起。爸的遗产都给了我们母子，公证书在这。月雅丢给刘勇一个文件袋。对了，黄丽丽刚刚做了流产手术。月雅一字一句像潜伏的雷电，狠狠地劈着刘勇的心。他脑袋嗡嗡作响，抱着头痛苦不堪，再也憋不住，嚎啕大哭，鼻涕眼泪呼了一脸。近40来岁的男人泣不成声，嘴里嘟囔着，没有人听得清他说什么，只有月雅知晓。就他这一个儿子，老人只盼着儿孙满堂，子孙孝顺，偏偏刘勇一样没做到。对一辈子爱面子的父母来说，简直奇耻大辱。更何况双亲的去世与他有脱不开的关系。当年刚相亲完月雅，又相亲了黄丽丽。刘勇妈出事后，黄丽丽以刚认识彼此不了解，结婚太冒险为由拒绝结婚，这才有了月雅的位置。月雅真心想和刘勇白头偕老，好好过下去，怎奈刘勇太作，3番5次找黄丽丽，彼此有好感，这一来二去，滚到了床上。月雅时常嘲笑自己，刘勇的心是秤砣做的，对他再好，秤砣也是冰冷坚硬的，捂不热，捂不软。青春时期的暗恋终究昙花一现，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也罢，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公公也走了，以后与刘勇再无瓜葛。从他一次性支付抚养费时，月雅就下定决心开始新生活。至于黄丽丽，流产是她自己的决定，月雅只不过把刘勇的经济现状告诉了他，他就迫不及待甩开刘勇，犹如刘勇迫切甩开月雅一样。只不过刘勇就没有月雅这么好说话，说被甩就被甩了。刘勇记恨黄丽丽打掉了孩子，找到黄丽丽，凶狠地打了她一顿。黄丽丽也不甘示弱，找人把刘勇的住处砸得稀巴烂，两人互相纠缠，撕咬了好长一阵子，最终谁都没占到便宜，狗咬狗一嘴毛。而月雅和刘勇多年前无果，再相遇依然无疾而终。罢了，婚姻本就一地鸡毛，有孩子好过没爱情的婚姻，只当借种了。看着怀中粉嫩柔软的小生命，月雅体会到作为母亲有无穷的力量和爱。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我的老公出轨了，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前天晚上，老公如往常一样很晚才回到家。在他去卫生间洗澡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机上有一个叫菲菲的人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屏保上只显示了7个字：亲爱的，晚安，明天。由于我没有我老公手机的密码，所以剩下的字我看不到，只能自己在脑海里进行脑补。我尽量往好的方面想，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老公不会出轨，可实际上那7个字已经开始动摇了我的这种信念，尤其是亲爱的这3个字，更加肆无忌惮地在我脑海里无限扩大。
这使得我不禁遐想连篇，在床上久久难以入睡。老公洗完澡，看了一会手机，说了一句晚安，就睡觉了。不一会，老公的呼噜声在这宁静的夜晚骤然响起，床边的小夜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我看着老公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好奇心油然而生，实在是想看看这个菲菲到底是什么人，跟我老公是什么关系，他们都聊了些什么。甚至我都开始安慰我自己，搞不好当我打开他手机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个男同事的恶作剧。当然我知道这样的几率很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战战兢兢地拿起了老公的手机，试了好几次密码都没有试对。我把我的生日、他的生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通通都试了一遍，一无所获。这不禁让我有些失落，我居然连我老公手机的密码都不知道。我一直都很信任我的老公，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为了这样的事情去试我老公的手机密码。我看着老公那张棱角分明沉睡的脸，突然急中生智，我想到了用老公的指纹去解锁。我提心吊胆又小心翼翼地把我老公的手指一个个往苹果的 Home 键上试，直到试到右手大拇指的时候，手机屏幕瞬间亮了。我知道我解锁成功了。我按耐住内心的不安，打开老公的微信，果然看到了一个叫菲菲的人给他发的信息。此时我的心正在扑通扑通地乱跳，我屏住呼吸，点开了菲菲的微信框，瞬间一些不堪入目的对话映入我的眼帘。微信框里显示的那些对话使得我浑身颤抖，也同时证明了菲菲是女的。昨天晚上你好坏，弄得人家今天全身都发软，那明晚再来一次，哈哈，等等一些难以启齿的文字。最后一句就是我刚刚所看到的那句，亲爱的，晚安，明天别忘了我的 LV 包包。然后我老公回了一个酷酷的笑脸。看完聊天记录之后，我点开了那个叫菲菲的人的头像，我实在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长成啥样，居然能勾引到我老公。可是遗憾的是，她的朋友圈里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鸡汤文之外，没有一张女性照片，连头像都是一个像猫既像狗的动物。但此时在我眼里，那动物完完全全就是一头狐狸，并且还成了精。此时我的内心开始翻江倒海，既难过且愤怒，又一时不知所措。我没有叫醒我老公当面质问，我心里害怕，我不知道我跟他挑明后会是怎样的结果，是离婚还是吵架，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的脑海里一片混乱，这导致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老公吃完早餐就去上班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偌大的房子里坐立不安。昨晚老公手机上跟菲菲的对话，现在一个字一个字的在我脑海里回荡。我实在难以相信我的老公有一天居然会出轨。但是现在事实就摆在我的眼前，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老公脾气不好，我怕我当面去质问他的话，我们肯定会吵架，甚至离婚。可我不想离婚，我实在不忍心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家庭毁于一旦。我在房间里心神不安地来回走动，脑海里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跟我老公相识在江南小镇的一所连锁理发店，那时候他是美发师，我是美容师。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跟了他，恋爱了1年就结了婚。那时候穷，结婚后我们便一头扎进工作，生活没有浪漫，没有过多花哨，只有拼命赚钱。
慢慢的，我老公在他的事业上有了一些成就，成为了拥有好几家店的小区域经理。去年终于在这片打拼的土地上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同时也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才打算要小孩，可是试了好几次，我都没有怀上。医生说是我的问题，要我不要再去接触那些带有化学成分的美容产品。于是我就辞去了美容的工作。老公在家附近的商业街上给我开了一家小型的服装店，一来可以调理身体，二来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离开我老公身边才1年多点时间，他居然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此时此刻的我真的是六神无主，我既不能容忍老公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也不想因为这事来破坏我们的感情，毁了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庭。但是我又拿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正在我犯愁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小姐妹微微打来的。微微是我的隔壁邻居，同样也是开服装店的。我们认识也快1年多了，关系挺不错的。她比我小3岁，长得有几分妩媚，活脱脱一个大美女。虽然当剩女好多年了，但她性格开朗，古灵精怪，嘴巴又甜，非常讨人喜爱。喂，玲姐，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没来店里呀？微微的话提醒了我。我看了下时间，都快中午11点了，我才想起来我还没去店里。哦，家里有点事，马上就来。当我挂完电话，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对呀，我可以去问问微微，看看她有什么办法没有。这小姑娘平时鬼点子多得很。想到这里，我仿佛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激动不已。我赶紧收拾了一下，直接去了微微的店里。此时已是中午时分，冬天的太阳虽然充满了温暖，但寒风吹来的时候还是带着几分刺骨的寒意。在去的路上，我还顺便给他带了一份他平时喜欢吃的黄焖鸡米饭，反正离饭点也不远了。推门进去的时候，微微坐在里面吧台，低着头玩手机。见我进来，赶紧把手机放在了抽屉里，然后起身笑着说道：“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哟，还给我带午饭了，谢谢你，玲姐。”微微看到我手中的黄焖鸡米饭，毫不客气地从我手中接了过去，然后坐回吧台，自顾自地吃了起来。她的这种随意，我早就习惯了。我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没吃午饭，来的路上特意给你买的，多吃点，吃胖了嫁不出去，我就要笑死了。”哼，我再胖也有男人喜欢我，嫁不出去那是我眼光高。微微边吃边说，一脸自信。看着微微吃饭的时候，我突然又开始犯起愁来。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去开口去讲我老公出轨的事情，毕竟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微微突然抬头看着我问道：“玲姐，你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勉强地笑了笑，然后沉默了一会才弱弱地说道：“我老公出轨了。”啊，真的假的？微微放下手中的筷子，睁大着眼睛看着我。真的，他跟那个女人发的微信我都看到了，恶心的要死，我都难以启齿。那你有没有问你老公？你老公是怎么说的？微微一脸难以相信的表情。我摇了摇头说道：“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去说，我怕跟他明说了之后，他跟我吵架，伤了彼此间的感情。一旦处理不好，我怕他跟我离婚。你也知道，我们能有今天这个家也不容易，我不想因为这事毁了这个家，所以我来问问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既不拆穿他，又能让他知错回头。”微微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看着我，沉默了许久，然后说道：“其实男人出轨嘛，都是耐不住寂寞，想寻找新鲜感，
尤其是结过婚的男人，时间久了，难免会抵不住诱惑，在外面沾花惹草，这也很正常。再说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完全是不修边幅。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开始，你都是这个样子。你看你这件棉衣都穿了好几年了吧？还有你这发型，都是几年前流行过的。你老公每天面对这样的你，能不出轨吗？你的样子连我都看腻了，何况是喜新厌旧的男人。微微这么一说，我瞬间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起身站在试衣镜前，仔细地打量起自己。微微说的也对，我确实发现镜子里的我非常的老土。身上这件天蓝色的棉袄还是去年店里卖剩下的，一头的红发由于长时间没有打理，颜色已经脱落，长出来的黑发跟发梢的颜色成了鲜明的对比，脸上的皮肤也有点暗沉发黄。自从我辞去工作之后，我就没怎么注意过这些。本身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注重这方面的人，然后觉得现在不去美容店上班了，就没必要再在穿着打扮上浪费钱了。毕竟老公赚钱不容易。但是刚刚微微的话触动了我，此时我才发现镜子里的我原来是这么老土。你听我的，你既然你不想跟你老公离婚，你老公出轨的事你就装作不知道。从明天开始，你就好好打扮自己，怎么漂亮怎么来，不要再省钱了。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视觉动物，或许你这么一改变，你老公看到了之后，又重新对你产生了欲望。微微走过来，一拍我的肩膀说道：“这样行吗？”我有点不相信。微微白了我一眼，说道：“没事，你怎么知道行不行？你还要学会玩点神秘感，不要什么都跟你老公坦白，一定要让你老公感觉到你有秘密，但你又不告诉他。等到他来问你的时候，你要调他胃口，让他欲罢不能。对付男人嘛，就跟打仗一样，要欲擒故纵。作为一个高情商的女人，你要时时刻刻让你的男人有一种危机感，让他产生一种一不小心就会把你弄丢了的错觉。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越性感越好。你要做到，当你走到大马路上的时候，5个男人有4个男人为你回头，你就成功了。微微的话让我感觉到有些道理，但心里还是有点顾忌。不过此时也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好，我听你的。我眼神坚定地看着微微说道：“这就对了。”微微笑得很开心，但除了开心，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接下来，我就开始了微微给我制定的改变计划。我们每天穿梭在各种各样的商场、美容院、瑜伽会所、指甲店等等，在穿着上面我也是做了彻头彻尾的改变。之前一些不敢穿的太露的衣服，在微微的逼迫下我也穿了。虽然在这大冬天穿露骨的衣服太冷，但微微一句女人不能怕冷的话，就让我对寒冷居然产生了一种抗体。经过2个礼拜的改变，当我重新再站在试衣镜前的时候，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人靠衣装马靠鞍。我这么一打扮，还确实比以前多了几分姿色，这让我瞬间感觉自信无比。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现在是不是感觉自己底气足了？微微一脸笑意地看着我说道：“这么多钱花下去了，底气肯定要足啊。不过你还别说，这几天我老公晚上回去还真多看了我几眼，他还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活动，一下子买这么多衣服。”我在镜子前左转转，右转转，满脸笑容地说道：“对吧？我说的没错吧？天下男人都一样，你不要理他，继续你的改变计划，晚上带你去泡吧。”微微一脸自信，一脸了不起的表情。啊，泡吧呀！听到微微的话，
我一脸惊愕地看着他，泡吧怎么了？带你去多见见世面，不好吧？我都已经结婚了，怎么还能去那种地方？再说了，万一我老公知道了怎么办？我的思想比较封建，对酒吧这种地方心里有点抵触，所以我一脸犹豫。微微摇了摇头，一脸鄙视的样子看着我说道：“你看看你，刚上点路子，怎么又回去了？你要记住，不要一天到晚围着你老公转，不然你老公还以为你离不开他，这样他会翘尾巴的。你要有你自己的私人空间，你要多几个异性朋友，多让你老公吃吃醋，这样他才会珍惜你。再说了，你又不干什么，只是多了几个朋友而已。”我还在犹豫，微微却一把拉着我，关了店，打车朝酒吧奔去。此时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我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微微带进了酒吧。眉飞色舞的灯光，激情劲爆的音乐，群魔乱舞的舞池，这一切对于一个很少进酒吧的我来说是种煎熬。微微拉着我来到舞池右边的一个卡台旁，卡台里坐了2男1女。微微一把把我拉到座位上，扯着嗓子对着对面的2男1女介绍道：“这是我小姐妹玲姐。”然后指着对面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向我说道：“这是我朋友，大家都叫他凯少，这酒吧的经理。这个叫大神，还有这位美女也是我小姐妹，叫梅梅。今天你就放开了玩，不醉不归。”我勉强地笑了笑，向微微的朋友们点了点头，可我还是浑身不自在。微微一个劲地在跟他的那些朋友们聊着天，而那个叫凯少的男子时不时地跟我敬酒，跟我聊天。刚开始我还有点拘谨，但是几杯酒下去，慢慢的我就自然了起来。时间在这灯红酒绿的夜色中悄然流逝，不知不觉我渐渐地感觉头开始有点晕，眼神有点恍惚。我知道我喝的有点多了，可是那个叫凯少的男子和叫大神男子还在一个劲地朝我敬酒。本想拒绝，可是酒这东西越喝越来劲，不一会我就喝断片了。直到第2天，我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才恢复了意识。当我睁开的那一瞬间，我吓了一跳，我眼前居然睡着一个陌生男子，不对，准确地说，应该是昨晚认识的凯少。我揉了揉眼睛，清晰地发现我不是在家，而是在酒店。我赶紧从床上坐了起来，发现我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而此时敲门声越发急促，不一会我只看到好几个人影破门而入。我定睛一看，顿时又是吓我一跳，其中一个人影居然是我老公，而另外一个是我小姐妹微微，其他的人居然都是我以前的同事。好啊，你这个婊子，居然敢背着我偷人，难怪这段时间打扮得这么骚气，原来是在外面有人了。老公看到我，一下子怒发冲冠，一开口就骂：“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说。”我一下子也慌了神，昨天晚上的事我一点都记不起来。我知道我酒喝得有点多了，至于我怎么出酒吧，怎么会来这里跟这个男人开房，我是一点都记不起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你这个骚货，老公根本不理我，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昨晚我跟微微去酒吧玩，然后后面的话我实在是不知道讲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微微，赶紧向她求助道：“微微，你要给我作证，我怎么会这样？”此时的微微居然也是一脸茫然，说道：“我也不知道啊，昨晚本来看你喝多要送你回去的，可是你死活要凯少送你，后面你们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信你问凯少早就醒了，
若无其事地坐在床上吸着烟。我转头恶狠狠地盯着他说道：“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凯少吐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我送你回去，你非要拉我来开房，还说喜欢我，你都忘了，这事不怪我，是你老婆非要拉我来开房的，我还以为她没老公呢。”说完，凯少翻身穿好衣服就走了。我老公气得双脸通红，咬牙切齿地说道：“离婚。”然后他朝地上吐了一口吐沫，带着其他人甩脸而去。顿时整个房间里只留下我一个人，傻傻地愣在那里。我整个人软趴趴地躺在床上，我以为我在做梦。我狠狠地甩了自己一个耳光，可是我感受到了疼痛。我拼命地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可是意识停在了我喝迷糊的那个片段上，其他的我一点都记不起来。我忍不住抱着被子痛哭了起来。老公跟我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从酒店回去后，我老公就一直没有回来过，所有的手续都委托他的律师来操办的，直到法院开庭的那天，他才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拼命地跟他解释是误会，是我喝酒喝多了，可是他对我不理不睬，只是甩给了我一些照片，照片上全是我赤身裸体跟凯少的风流事。看着这些照片，我全身颤抖，但是一瞬间，我突然道这件事肯定不是巧合，很像是预谋很久了的。后来，老公很顺利地跟我离了婚，我也理所当然地净身出了户。在我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微微上了我老公的车。就在此时，菲菲的名字也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嘴里默默地念着菲菲跟微微这两个名字。恍然间，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猜想我小姐妹微微有可能就是我老公的那个小三菲菲，很早就跟我老公搞在一起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然而这一切都是菲菲设计的一个阴谋。想到这里，我胸口像中了一记闷拳，一下子喘不过气来。我赶紧掏出手机给微微打了个电话过去，没想到她还接了。电话一接通，我就质问道：“你就是我老公的那个小三菲菲？你专门策划了这么一出来，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对不对？”你说对了一半，我确实就是菲菲。这一切也确实是我策划的，但不过这还有你老公的支持。事已至此，我就跟你坦白吧，其实你老公早就想跟你离婚了，你又没生育，又老土，你老公早就烦你了，但他一直找不到好的理由。直到那天晚上，你去解锁你老公手机的时候，其实当时你老公醒了，但他没有阻止你。然后第二天你没有质问他，他就知道你舍不得跟他离婚。接着他就心生了这个计策，跟我讲了以后，我就知道你性格是属于那种犹豫不决的。然后我就跟你打了那个电话，问你怎么没来店里。本来是打算我先来引你上钩的，可是没想到你居然自己上钩了。后来那天晚上去酒吧也是事先说好了的，那3个人也都是我找的托。不过你放心，凯少没对你做什么，只是把你脱光了，拍了几张照片而已。当然了，这是你老公的主意，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你净身出户。菲菲的语气充满了不屑，她的这一番话让我瞬间觉得自己好傻，心里五味杂陈，眼泪也瞬间掉了下来。我说了句见人，就把电话挂了。我蹲在法院门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突然觉得好笑，笑我居然会如此大费周章地来跟我离婚。我想他是有多讨厌我呀。我起身朝马路上走去，此时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轻飘飘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老公的小三就在我的身边，
而且我会傻到去求助小三。无形中，我居然跟小三拉开了一场我不知情的战争，而且我还输得如此彻底。我无奈地仰天笑了笑。或许对于菲菲来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接着天色已晚，窗外寒风凛冽，空中下起了密密麻麻的细雨，雨点中夹带着点点细碎的雪籽，风吹而动，击打在窗台，弹落在屋里的大理石地板上，激起了一层银白的薄雪。姐，大冷天的，你打开窗户干嘛？娟儿推门而入，看得出她一脸心疼。我半靠在床上，眼神望着窗外发呆，脑海里全是这段时间来所发生的事情，心里不禁感叹命运的转变太无常了。自从跟老公离婚后，我就住进了娟儿的家。娟儿是我表妹，也在我老公的店里上班，同样也是美容师。当她得知我老公和小三薇薇专门策划这出来跟我离婚时，也是气得直咬牙。姐，照我说，你当时就应该把你跟薇薇的对话给录下来，然后对簿公堂。你看那对狗男女还有什么话说？这样也不至于净身出户，沦落到如此地步。娟儿一边关好窗户拉上窗帘，一边愤愤地对我说道：我叹了叹气，心里知道这一切跟我老公也离不开关系。或许我老公真的如薇薇所说，早就想跟我离婚，只是苦于迟迟出师无名。但是我还是认为老公或许只是一时被出轨的快感冲昏了头脑，等余欢过后，我想他还是会后悔的。或许你姐夫并不是真的想跟我离婚，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只是我没想到薇薇居然会做得如此的绝。再说了，当时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录什么音啊？难过都来不及。我苦笑着说出了心中所想，姐夫也不是什么好鸟，再怎么鬼迷心窍也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有那个贱人，你绝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他。娟儿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心性率真，再加上她书读得少，曾经在厂里跟一群混混待过2年，所以说话也便是出口成脏。她一边说，一边来到我的床前坐了下来，继续说道：你看你现在憔悴成什么样了，为了一个屌男人值得吗？你必须得振作起来，不能就这么轻易饶过他们。尤其是那个贱人，我们一定要找到证据，然后上法院起诉他们。一是还你清白，不能一辈子做个冤大头；二也可以挽回一点经济损失，绝不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娟儿说的在理，这段时间我确实比较消沉，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却想不到沦落成如此地步，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不是娟儿提醒，我还真打算就这样算了。现在想想就来气，不能就这样放过薇薇这个贱人，一定要拆穿他们的阴谋。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是还自己一个清白。想到这里，我顿时从床上坐了起来，眼神坚定地望着窗外的细雨说道：你说的对，我不一定要报什么仇，但是我一定要还我自己一个清白。娟儿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放心，老妹，我永远支持你。第2天，我们就着手准备我的洗冤计划，但是还没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没有证据。我说老姐呀，你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要录音？娟儿躺在客厅沙发上，一脸抱怨地看着我说道：当时那情景气都来不及，脑子里一片空白，哪能想这么多？我说道：那现在怎么办？去哪里找证据？娟儿嘟了嘟嘴，一脸为难的表情。一时我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突然好恨我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冷静下来录音，现在只能一筹莫展。那天晚上的事，你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娟儿沉默了一会，突然问道。我摇了摇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酒吧喝完酒我就断片了，什么都记不起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发现我跟那个叫凯少的男子躺在酒店的床上。娟儿一副略有所思的模样，然后说道：那你确定那天晚上凯少没有对你做不该做的事情？你怎么突然扯到这里来了？我不知道娟儿为什么突然问这个，然后我接着说，虽然我喝醉了，如果他对我做了什么的话，我想第二天多少我能想起来一点。对了，我突然大声地说道。娟儿被我吓一跳，一脸疑惑地看着我，怎么了？我连忙站起来，走到娟儿身边坐下，喜出望外地说道：凯少，我们可以找凯少。整件事情的发生，凯少都在场，所有的东西他都应该知情。如果他愿意出来作证，那就什么都好说了。说到这里，突然想到，凯少跟微微是一伙的，刚才的喜悦一下子又消失了，满脸失落地继续说道：可是他是微微的朋友，又是他的托，怎么可能会站出来为我作证？娟儿没有说话，陷入了沉思。客厅一下子寂静下来。没过多久，娟儿似乎想到了什么，终于开口了：你去找他是没用的，他认识你，是不会出面做证人的。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快说！我迫不及待。娟儿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样，我们去你之前的那个酒吧，看能不能碰到凯少。如果碰到他，你就偷偷的指给我看，我找机会接近他，使个美人计跟他认识，然后再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点证据出来。我将信将疑的看着娟儿，心里没有一点把握。我弱弱的说道：这样行吗？他不认识你，你接近他是很容易，可是你要是套他的话，那不就暴露了你的身份吗？娟儿瞟了我一眼，底气十足地说道：你放心，我自有办法。你也不想想你老妹以前是干嘛的？我以前是在社会上混的，像逼供这样的事情手到擒来，到时候我找几个以前在社会混的朋友吓唬吓唬他。那不行，这可是犯法的，你可别胡来。再说了，你一女孩子家没那能耐，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你爸妈交代呀？我有点担心娟儿这暴脾气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赶紧阻止。哎呀，放心好了，我最多只是吓唬吓唬他，又不会干啥事。对付这样的男人，我有的是办法。再说了，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你要他自己自愿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别无选择。你别操心了。娟儿满脸不屑，不屑中还带有几丝自信。他说的对，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凯少身上，除了他，还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有点犹豫，我怕娟儿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她可是我表妹，到时候不好跟她家里人交代。最终我还是没能拗过娟儿，妥协在她的计划里。第二天晚上，我便跟娟儿来到了那个酒吧。来之前，娟儿还特意的打扮了一番，长腿黑丝高跟鞋，紧身包臀连衣裙。最主要的是，她那具罩杯的大胸像两只巨大馒头一样高高耸立在胸前，而且还露出了大半个在外面。我看着这身打扮的娟儿，不由得担忧地说道：你这样好吗？娟儿白了我一眼，说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事到如今，我只能点了点头。娟儿今天打扮得着实性感，虽然她长得不是特别的好看，但是她那傲人火辣的身材，足以让那些男人全身发软。不知为何，
酒吧的生意一直以来都是出奇的好，红男绿女们搔首弄姿，你搂着我的腰，我摸着你的屁股。很显然，这是新时代的一种新时尚。只是我对这些嗤之以鼻，娟儿到底还是以前混过的。一走进酒吧的大门，就开始摇头晃脑来，很快就成了这红男绿女当中的一员。我们穿梭在熙攘的人群，目光寻找着凯少的身影。可惜的是，我们把酒吧的里里外外都寻了个遍，也没看到凯少的影子。我记得上次来，微微跟我说，凯少是这里的经理，怎么没看到人了？我一脸失落地走出酒吧，对着娟儿说道：“那婊子的话你也能信？”娟儿瞪了我一眼，继续说道：“走，明天再来。”说完，娟儿转身欲走。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一个眼熟的男子从一辆出租车下来，朝酒吧走来。我仔细一看，这个男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没错，果然是凯少。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来了，来了，就是他。我赶紧扯了扯娟儿挎在肩头的包包，示意他那个迎面而来的男子就是凯少。然后我迅速将头扭向了一边，以免被他认出来。很快，凯少就从我们面前走过，进了酒吧。你确定刚刚进去的这个就是凯少吗？娟儿转头来问道。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没错，就是他。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识。好，走。娟儿扭头就走进了酒吧，我紧随其后。走进酒吧，我的目光就开始寻找凯少的身影。很快我就发现了他，他坐在一个靠舞池很近的卡台，手里拿着手机，腿翘在卡台上，一副悠哉悠哉的神态。我指着凯少的方向对娟儿说道：“诺，在那里。”娟儿对我笑了笑，然后从随身的包包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放在嘴里，对我说道：“看我的。”然后扭动着屁股朝凯少走去。我悄悄地绕到凯少的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帅哥，能借个火吗？不一会，我看到娟儿就来到了凯少面前，一脸媚相地朝凯少说道，而且还故意提高嗓音，所以我隐约听到了。凯少抬头看到娟儿，目光不偏不倚落在了娟儿的胸前，被她胸前那对呼之欲出的大白兔给迷住了。娟儿将烟叼在嘴里，借势弯腰将胸对准凯少的脸，意思叫他点火。凯少会意，慌忙从兜里掏出打火机，赶紧给娟儿点火。点燃烟，娟儿立马转头走向舞池边的栏杆旁，倚在上面，眼神望着舞池摇摆的人群，不再理会凯少。可是没想到，凯少连忙起身来到娟儿的身旁，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娟儿点了点头，然后凯少一把搂住娟儿的腰，又重新回到了座位上。娟儿在回到座位的同时，朝我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勾搭成功。接下来，娟儿跟凯少开始喝起了酒，这一喝便是没完没了，一直喝到快凌晨。我明显的感觉到，凯少开始已经喝多了，他一个劲地拉扯着娟儿，嘴巴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然后，娟儿把凯少按在座位上，在他耳边好像说了句什么话，接着就朝我这里走来。路过我这里的时候，又向我使了个颜色，然后朝卫生间走去。我会意也跟了上去。姐，搞定了，他现在喝得差不多了，非要拉我去开房。卫生间里，娟儿一边洗着脸，一边向我说道：“不行，你去跟他开房，万一他乱来怎么办？我可不愿意
你冒这个险，我不同意。我知道开房了没什么好事，万一凯少对娟儿乱来，害了娟儿，我可对不住她。可是娟儿依然还是一脸不屑。她重新点燃一支烟，然后说道：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不去不就功亏一篑了吗？姐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对我动手动脚的，我有这个。说完，娟儿从包包里拿出一小包安眠药，在我眼前晃了晃，继续道：有了这玩意就不怕了。我在他去洗澡的时候提前放在杯子里，等他洗澡出来后就叫他喝下，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只要他睡了，我就可以实施我的计划了。我知道娟儿所说的计划就是逼供，他要对凯少玩仙人跳。我不知道这样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但是现在我只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娟儿身了。好了，姐，你就放心回去吧，接下来你就看我的。娟儿匆忙整理了下头发，丢给我一个放心的微笑，就走出了洗手间。我回到了家，躺在了床上，但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是担心娟儿的安危，二是不知道娟儿的这种办法是否真的可行。时间在黑夜里流转，大概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娟儿突然回来了，一走进我的房间，她兴奋地大喊道：姐，大功告成了！房间刺眼的灯光让我朦胧的眼睛有些生涩，我来不及揉眼睛，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疑惑地问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娟儿赶紧坐到我的床边，瞪大着眼睛对我说：拿到证据了就回来了喽，难不成还真去舍孩子套狼啊？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哈哈，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呀！我显得有点迫不及待。娟儿脱去外套，喝了口水，开始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本是打算等他睡到半夜，然后来个突然袭击，给他玩个仙人跳，借此逼供他的。可是没想到，他睡下才不到半个小时，他的手机就响了，微信上显示是微微发来的，而且还一连发了好多条。我不禁觉得奇怪，这大半夜的微微给他发什么信息？于是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想看看微微给他发的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密码，思来想去，我就想到了你对付姐夫的那招，用指纹解锁。我借用你这招用凯少的指纹解锁，没想到我用他右手大拇指一下子就解开了。娟儿看着我调皮地笑了笑，接着继续说道：我打开他的微信，看到微微给凯少发的信息，我顿时就懵了。微微微信上说，这个礼拜天他就要跟姐夫结婚了，还是说什么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一旦结了婚就形成了法律责任，到时候离婚财产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可以分一半。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跳个不停。娟儿没有停，说得正起劲，然后微微又发来一条微信说：我们干完这一单就收手吧，这样下去迟早会露馅的。等这单干完你就去戒毒所，等毒戒完了我们就结婚。我真的不想这样下去了，只想好好的过日子。我越听越迷糊，疑惑地看着娟儿，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你还看不出啊？娟儿赶紧掏出手机，打开相册，把微微给凯少发的信息一条一条地翻给我看，然后便说道：实际上微微跟凯少是一对，为了钱，微微使美人计骗了姐夫，然后跟姐夫结婚，结婚后再随便找个理由离婚，这样他就多少可以分走姐夫的一些财产。说白了，这个贱人就是个婚姻骗子，你明白吗？我点了点头，内心无比的震撼。谁会想到这个女人居然会如此阴险？
从微微设计那出来，促使你跟姐夫离婚，到星期天他跟姐夫结婚，这一切微微都跟凯少算计好了的，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一个圈套，姐夫还蒙在鼓里。你看，这些都是微微跟凯少的聊天记录，幸好没被凯少删掉。娟儿把拍来的聊天记录给我看，我一张一张地看着这些聊天记录，瞬间明白了一切。从头到尾，受害者不止我一个，还有我的老公，只是他现在还被蒙在了鼓里。现在我们不能打草惊蛇，等他们结婚的那天，我们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还你一个清白。娟儿瞬间豪气干云，仿佛干了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而此时的我内心开始翻涌，非常不是滋味，同时对微微的恨意又无形中增加了许多。她害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老公。无论如何，我都要戳穿她的诡计。微微跟我老公结婚的那天，一向阴雨连绵的江南，阳光却出奇的明媚，空气中夹带着些许早春的味道。婚礼在一家5星级酒店举行，结婚现场装扮得更是奢华无比。听说光新娘身上那套婚纱就去了10几万，还有钻戒什么的不算。我跟娟儿两人不请自来。当我看到这些豪华场景的时候，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想当年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婚纱是租来的，戒指是白银的。可是谁能想到，我老公居然给一个小三如此风光奢华的婚礼。内心的不平让我对微微更加恨之入骨。姐夫个傻叉，一个江湖骗子也能博得他如此豪华的爱。娟儿也忍不住吐槽道。我没有作声，只是笑了笑。微微发现了我们，脸色稍稍变了变，然后还是面带微笑地朝我走来。哟，稀客呀，欢迎欢迎。微微一脸媚相向我们打着招呼。没想到吧，我跟我姐今天来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你是应该欢迎。娟儿嘴巴上从来没饶过人。哦，什么大礼？不急不急。娟儿说完，拉着我朝人群走去，只留下微微一脸茫然地懵在那里。我明显地在她脸上看到了不安。娟儿拉着我来到了我老公面前。这么多天不见，我老公依然还是神采奕奕。看到我老公，我的心里又升起了一股柔情。姐夫，祝你2婚快乐。娟儿的话让老公有点难堪。你们来了。老公看了看我，接着说道：进来可好？我正欲开口，娟儿却抢了先。好，进来也好，将来会更好。我对老公笑了笑，不知道为什么，才这么段时间没见，我对我老公居然有种陌生加惧怕感，甚至都不敢看他的眼睛。老公勉强笑了笑，对着娟儿说道：嘴巴还是这么老辣，那你们自己玩好喝好。说完，老公就走了。看着老公西装笔挺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眼眶不知不觉地湿了，心里感叹，这么多年的感情居然抵不住一个小三的勾引。娟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为了这样的蠢货，不值得掉眼泪，等下给他们来场好戏。你准备怎么揭穿他们？我自嘲地笑了笑，说道：你别管，到时候看我的，配合我就行。很快，婚礼仪式马上就开始举行了。我跟娟儿在酒店的一个靠边的位置上注视着这一切。简单的开场后，司仪开始问话了：顾军先生，你愿意娶微微小姐为妻吗？不管以后。愿意。顾军就是我的老公。没想到他回答如此爽快，这让我心里一阵痛楚。微微小姐，你愿意嫁给顾军先生吗？不管以后。就在这个万目瞩待的时候，还没等微微回答，娟儿突然站起来，大声地喊道：等一下！娟儿的这一声尤其响亮，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朝我们这边看来。娟儿一把拉住我，朝台上走去。我不知道娟儿到底要怎么样，连忙小声说道：“你要干嘛？你别管，跟我走就是了。”不一会，我们就来到了台上。微微跟我老公措手不及地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此时台下一片静悄悄，大家都在拭目以待，都想看看我们要干嘛。娟儿跑到司仪手中接过麦克风，接着说道：“大家好，我来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姐姐，而我姐姐就是今天新郎的前妻。之所以我今天要上来，是因为我要拆穿这个贱人的阴谋，还我姐姐一个清白。”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包括我老公和微微。娟儿指着微微继续说道：“就是这个贱人，害得我姐姐失去家庭，而且她还是个婚姻骗子。她自己是有男人的人，她骗我姐夫跟她结婚，然后再离婚，从中骗取钱财。然而这一切我姐夫都被蒙在鼓里，你别瞎说。”此时我老公终于按耐不住，来到娟儿面前大声吼道：“我瞎说，你个蠢货，你自己看！”娟儿怒气冲冲地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机给我老公看。我老公将信将疑地接过手机，不看不要紧，这一看，我明显感觉到老公的脸色骤然发生了变化。娟儿从凯少手机里拍来的那些微微跟凯少的聊天记录，全部一览无遗地出现在我老公的眼睛里。我老公气得浑身发抖，来到微微的面前，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大骂了声贱人。然后微微此时也慌了神，赶忙解释：“你别听他们瞎说，我不是骗子，真的，我不是骗子，你自己看。”我老公把手机丢给微微，微微慌忙捡起来看，看完之后脸色也变了，心里肯定在想露馅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老公冲上去一把抓住微微，大声地吼道。微微此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脸色吓得铁青。而就在这时，一个黑影突然从人群中挤了上了，我清楚地看到此人正是凯少，最主要是他的右手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眼看凯少就要冲到我老公的身后了，我一急，大喊一声：“老公小心！”然后就跑过去把老公给推开了。紧接着，那把原本刺向我老公的匕首，此时不偏不倚地刺中了我的小腹。娟儿跟我老公反应也快，看到我中刀，娟儿随即尖叫起来，狂喊：“杀人了！”顿时现场一片混乱。凯少想跑，却被几名反应快的男子按倒在地。而此时我躺在血泊当中，眼神散乱，但是我还是看到我老公来到我的身边，用他那双强有力的手托起了我的头，而且我还看到了他眼角的泪水。他嘴里不停地说：“老婆，都是我的错，是我混蛋，我该死，我鬼迷心窍，你要坚持住。”老公的话软绵绵的，一丝一丝地入了我的耳朵。我躺在老公的怀里，感觉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我知道我原谅了我的老公，但是我不知道我明天还能不能见到这张棱角分明的脸。我闭上了眼睛，我没死，经抢救我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昏迷了3天3夜。老公一直守在我的身边，满脸愁容。看到我醒了，他轻轻地伏在我耳边对我说：“我错了，我会用余生好好去爱你。”我没有作答，我不知道我是该点头还是摇头，我只是吃力地笑了笑。娟儿说：“凯少被抓了，吸毒后行凶，微微也一样，涉嫌诈骗。”我望着医院洁白的天花板，我想，我不知道这场战争我是赢了还是输了。以上
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